就是张育成决定要投入中职。其实我觉得影响中职选秀最关键的人选就是张毅了。校长没有这么笨，怎么可能会把这两个人选在一起？在影片开始之前，还没有订阅我的，快点右下角按订阅，而且要记得开启小铃铛，这样才会收到我的影片通知哦。大家好，我是 Ike。这个礼拜呢，中职的棒球圈宣布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张育成决定要投入中职，回台湾打球了。那下个礼拜6月28日，也正是我们中职选秀的日子。今年其实算是选秀年，有非常多知名的旅外球员回台以外，还有非常多今年很厉害的高中生。今天这集，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对于今年中职选秀的预测。先和大家来聊一下现在的战况。统一呢，仍然还是一枝独秀的状况。那台钢当然它的胜差其实也还是离其他的5队都差得非常远。所以除了第一名统一还有最后一名台钢以外，中间剩下4名富邦、乐天、中信、味全。其实他们这4队的胜场差其实并没有太大。那这次选秀会上的优先选择顺序呢，依序是富邦、台钢、中信、统一、乐天、味全。那我刚刚有提到，今年真的是一个选秀年，为什么呢？除了张育成有重磅加盟中职以外，包括吴念庭、张毅、陈胜平，他们也都投入这次的选秀。那等等呢，我会分成3个部分来和大家来聊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高中生，虽然今年有非常多厉害的高中生已经旅外去发展了，像是林维恩已经加盟了运动家队，柯敬贤加盟了道奇队，黄景豪他决定要旅日。但还是有非常多高中的好手，他决定投入中职。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在前几天6月17号的时候，有举办了一场新人的测试会，其中呢有一个远东科大的捕手，也叫张育成。那他是今年测试会唯一一名开轰的打者。那他最后呢也有入选中职的选秀。这时候网友就有人开玩笑，他们说校长在选秀的时候会不会把这个远东科大的张育成跟我们熟悉的国防部长张育成2个搞混在一起，然后选秀按错键？大家。校长没有这么笨，怎么可能会把这2个人选在一起？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来自台东大学的钟允华，他也投出了本届测试会最快球速151公里。那他最后也有顺利的入选中职选秀。再来，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有3名日籍球员，那这3位日籍选手他们后来也很顺利的有入选中职选秀。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这些在测试会上脱颖而出的选手们能够顺利加入中职，有一个好表现。最后，我想要来提一下今年选秀会上最重要的一个看点，就是我们的回国大物张育成、吴念庭、张毅还有陈胜平。对于各球团来说，他们对于这4位的选择到底会是什么呢？首先是第一位，在去年、今年赛有非常多好表现的张育成。张育成现年29岁，那他的守备位置呢，通常是内野游击。那我觉得张育成加入富邦，这应该不用讲，这10拿9稳的。其实有非常多原因。首先第一个，他哥哥张进德其实现在还在富邦效力，所以兄弟齐心，然后又可以就近照顾。我觉得这次张育成能够加入富邦，张进德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关键。那除了他哥哥以外，富邦手上握有状元签。富邦悍将甚至在张育成他决定投入中职的那一天，已经发布了一个非常欢迎你的这张照片。哇，这应该是算官宣了吗？我觉得张育成会回来，一定是已经先跟富邦谈好了啦。那我们来谈一下，如果张育成加入富邦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其实富邦现在，我觉得他们最缺乏的就是游击跟第4棒。那刚好张育成进来，其实也可以补强这个空缺。我一直都觉得富邦目前一直都少了一个摆上去会让别人觉得哇好可怕的打者。自从高国辉退下来之后，好像就没有人可以胜任这个角色。那我觉得张育成的补强跟张育成的加入，一定可以填补这个空缺。那除此之外，他也可以解决了富邦有时候攻势串联不起来的这个问题，而且他势必也会成为富邦的看板球星。那成为看板球星之后，那他一定也会带动周边的商品，还有一些棒球的风气。所以他的加入，其实我觉得不管到哪一队，我觉得都蛮开心的。但不用说一定是富邦的，连貌似官宣照都出来了。再来下一位是吴念庭，吴念庭今年30岁，那他的守备位置呢是2垒手。那第2顺位呢是我刚刚提到的台钢。那我现在聊一下我对于台钢这支球队的一个看法。其实我觉得台钢现在应该不会以拼冠军为主，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真的是第1年成立的球队。其实，在守备上、在经验上、在打击上，我觉得他还算是一个没有这么成熟的一个球队。那台钢呢，现在如果不是以拼冠军为主，我觉得他会是以球队成长为主。那吴念庭呢，虽然年纪比较大一点，但他的经验多，而且他又很稳重。重点是他的手背又可以帮助内野。我们很常在一些比赛的画面中看到，台钢其实内野的布阵，我觉得还没有这么的成熟，还少了一块零件。
吴念庭的加入刚好可以补上这块零件。而且台钢虽然说现在有一力的加持，更打开他们的知名度，但我觉得台钢目前还没有一个真正所谓的看板球星。我觉得吴念庭的加入势必也一定会成为他们的看板球星，当然也会带动球迷进场的意愿度，或是带动周边商品买气。吴念庭呢，在去年的经典赛打击实力也毫无疑问是一名非常称职的一个中心打者。而且刘东阳曾经有提到，其实他们球队的横田教练横田久哲，他其实以前也是西武体系的，所以对于吴念庭一定非常的熟悉。我觉得这句话既然都讲出来，也发了新闻稿，我觉得吴念庭被台钢拿走一定是十拿九稳，这个也毫无疑问。那到时候的打线，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是第一棒曾子佑，第二棒吴念庭，第三棒王柏融，第四棒魔音。那其实这样看下来，1到4棒其实打击实力也非常的坚强，我觉得就会让对手有一种害怕的感觉。再来我们要提到的是张毅，张毅现年30岁，那他的守备位置呢是投手。他今年的成绩其实不太好，在年初的时候，他和台钢签下了自赔合约。那他本季在二军出赛10场，包括5场先发，主投39.1局，送出33次三振，但被敲出4支全垒打，防御率达到了不太理想的5.30。其实我觉得影响中职选秀最关键的人选就是张毅了。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那其实张毅呢，他是有伤病史的，再加上他其实现年已经30岁了，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想象他还能够投多久。虽然很多人都会对张毅的印象还停留在就是当年的12强，然后认为他一定会在第一轮可能第3顺位就被选走。可是我自己会觉得张毅非常有可能掉出第一轮，就像我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因为他有伤病史，再加上他今年在台钢二军的表现其实也没有非常的好，所以他目前的加入看起来也不会像是一个即战力，而且不像年轻球员一样可以有一个长期的规划，所以我觉得他非常有可能掉出第一轮。那如果他掉出第一轮的话，我觉得第3顺位的中信应该会选择今年有实力的高中生。那如果谁在第2轮选到张毅，那真的是赚到了。再来下一位呢是陈胜平，陈胜平现年23岁，那他的守备位置呢也是内野，他最高的成绩呢曾经到达了2A。但其实陈胜平呢，他的打击实力好像一直以来都普，没有特别的厉害，但他的守备真的没话讲，守备技术蛮好的，也不常失误。而且我觉得，虽然说大家很多人都不看好他，那他23岁的年纪啊，其实他如果回归了中职，那他慢慢适应投手的节奏，或许有机会可以让球队慢慢培养，让他成为一位守备还有打击都很厉害的游击手。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我有第4顺位的统一师，他们应该会挑选走陈胜平。因为统一师目前团队守备位置最弱的位置，我觉得就是游击，那他们其实也很缺乏游击手，所以我觉得统一师非常有可能把陈胜平选进来当游击手。那我很多人就会问说，那第3顺位的中信有没有可能选走陈胜平呢？我自己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中信兄弟现在的游击，其实我觉得不是他们特别需要补强的地方，他们已经有江坤宇，然后还有杨祥和，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不缺游击的。所以帮大家总结一下，富邦不用讲，一定是拿张育成；台钢不用讲，我觉得一定也是拿吴念庭。第3顺位的中信，我觉得他会选择高中生；第4顺位的统一，我觉得他会拿走陈胜平。再来第5顺位的乐天，我觉得他会选择外野手许廷伦。乐天目前外野是需要补强的地方。再来第6顺位的味全可能也会选择高中生，张毅可能要到第2轮才会被选到。那谁第2轮选到张毅，那真的是赚到了。好啦，那以上呢都是我自己比较个人的主观浅见。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你对于这次中职的选秀有什么样的看法和预测？那一样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拜拜，拜拜。